你看这条路啊，到处都有很多的分岔路，真是挺难找的。而在过去啊，这条路那可真是那些香客啊上到山顶去那个寺庙里面朝拜的必经之路了。而如今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象。传闻呢，在过去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呢上山去采药，结果在下山的时候啊，黄昏的时候呢，就迷失在了这个山里面。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哎，走着走着啊，就看到前面好像有个房子，然后还点着那个蜡烛灯，好像是寺庙的样子。结果走近了一看呢，却是漆黑黑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但确实很奇怪哦，是不是遇上了鬼打墙？有没有遇到鬼打墙啊？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真是在傍晚，或者说是在漆黑的夜里啊，看上去真是蛮阴森的。你看这些应该都是过去的一些建筑吧。哦，这里我发现了有一个老宅哦，是开着门的。嘿，哇，看到了吗？什么东西？嘿，有人吗？哇！一个东西突然间掉落下来了，我估计啊，应该是有鸟在上面的，然后过来的时候打扰到那个鸟了，然后就飞走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小心脚下。嘿，有人吗？我们进来哦。你看，这里面突然供奉了一些东西。清白传家，天地君亲侍卫。看来这个农村啊，果然每家每户都喜欢在自己的正厅或者说是客厅里面啊，挂上这样的一些神龛。房子啊，全部都已经坍塌了。这边有柜子，这种玻璃柜。好吧，我们继续沿着这户人家往前面走。房屋全部都坍塌完了。啊，非常不好走啊！怎么样？穿来穿去的。很多地方看上去就像是没有路了一样。
但稍微往前走一点呢，又好像是有路。因为有些植物它有刺，所以走起来要稍微小心一点。石板梯，我们应该走对了。啊，对，刚刚还说走对了，走上来你看这样的路。这算不算第一次啊，在这种杂草林里面穿梭？有一点啊。哇，这完全是丛林传说。这个丛林传说啊，哎呀，真是完全挡住了视野。哇！我都不知道啊。是不是这个方向 ？Come on， 小心脚下，这里有一个陷阱。稍微小心点。什么都看不到。哇，是非常的茂密。是这里面吗？哇！
这里又分叉了，左边一条，右边一条，走哪边？啊，我们走右边。哎，这里好像走到了一户人家。你看，这是一个房子啊，应该是很长时间没有住人了。你看，深山老林啊，这里又是另外一户人家吧？不过现在已经早就人去楼空了。它就在这个茂密的杂草堆里面。哇，锁上的，我明明看锁上的，我说一推就推开了，没有人。那我们继续再往里面走。这边分岔路蛮多的，到底是走这一面呢，还是走这一面呢？稍等，我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坟吧？你看大青石，那应该是往那边走。看这里，这是另外一户人家吗？稍等，我过去看一下。上面拉上了铁皮的，门是锁上的。嘿，有人吗？门锁上的。你看，我去这边看一下，这边感觉也是没有路啊，荒草堆。哎呀，走了半天啊，我感觉好像一直在这个原地啊打转。哎呀，走到尽头又是那种岩壁，然后倒回来呢，又走到那个民家去了。再去这边看一下，扯住了，来，哎，得帮我一下。
好，带你跨过去。哇，有很多的小路啊，我都不知道我们走对了没有啊？看一下这里啊，就像大家看到的，那天原本我们是要进山里面呢，去探寻那个修建于明代的古老的寺庙，但是从我们进山以后啊，就开始不断的迷失在了那个森林之间，怎么都走不出来，甚至我们在回来的时候啊，还差一点点啊，真的就困在那个里面了。其实我们在进那个森林之前呢，我们是有在当地找那个村人咨询过，他们听到以后还蛮惊讶的，因为觉得，我们怎么会去探寻那个寺庙啊？寺庙它大概在上世纪可能80、90年代的时候啊，就已经荒废了，因为比较的偏僻嘛，再加上平时去那个地方的人很少，所以慢慢的就落魄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寺庙现在到底坍塌没有，只是给我说了一个大致的方位。然后我正准备要去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一个村人呢，要在附近去采摘那个蘑菇吧，然后还带我走了一小段，我还蛮感谢他的。然后带我就走到大家看到影片最开始那个地方吧，他就告诉我继续往里面走，大概10几20分钟呢，就可以看到一个老宅。看到那个老宅以后呢，就必须要自己可能就徒手要开辟一条路出来，可能才能走到那个寺庙。然后我就按照这个村民说的，先找那个老宅嘛。看到那个老宅以后，但是那个老宅周围它也有好几个这个分叉的小路，然后我们就一直往里面走。在往里面走的时候，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老宅，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一些石壁。所以我当时就把那个无人机拿出来飞上去，想做一个定位。结果上去以后呢，也看不到寺庙，看到的就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就像是一片树海一样。我期间呢，其实用了好几次无人机定位我的位置，但是没有用，因为什么都看不到，里面的路太荒了，所以只能摸着路呢往里面走。但是走着走着，要不然就遇到那个石壁了，就死路嘛；要不然再往里面走就是又绕到那个老宅了，就像是那个磁铁一样，你走多远，砰，它把你吸回来了，就像是在原地打转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传闻当中的那种鬼打墙，反正怎么都走不出去，真是有这么一点奇怪。而且那天的气温也是蛮炎热的，大概有40度左右了。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带了4瓶饮用水，大瓶的。但是因为在山里面穿来穿去那个森林里面也是路不好走，体能消耗非常的快，所以最后只剩下小半瓶水了。而且时间也不早了，大概快要接近晚上7点钟了。虽然是看上去还比较明亮，夏天嘛，但是一旦再稍微过一会儿，天一旦黑下来的话，那就比较危险了。所以最后我只能决定原路先返回算了。但即便像这样我们原路返回都走错了好几次，还好是我在那个地上和树上在上山的时候呢，简单的做了一些标记吧，最后才幸运的走出去了。不过下山以后我才发现竟然我的衣服上面呢莫名其妙的留下了一些这种红色的印记，而且还不止这一个地方身上到处都是那种红色的印记，洗都洗不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植物留在我身上的。反正那一天从进入山林之间以后呢，就非常不顺吧。我这又被缠住了，被踩死了！哇，快来救一下！小心点！这像是在穿梭热带雨林一样。
我感觉这个地方啊，比上一次我们去探寻那个红衣男孩他们家啊还要难走。虽然红衣男孩他们家啊也是属于这种茂密的森林里面杂草丛生，而且那天还在下雨啊，但是至少你大概的方向可以判断得到。而这里是完全连方向啊都没法判断，因为刚才我用无人机啊就把它飞起来想做一个定位，但是根本就定不到位，因为周围看到的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森林。现在已经马上快要晚上7点了。刚才我们就在前面那个废弃的建筑里面啊转来转去的。是这样子。你看，现在我们又回到这里了，转了半天，我转了2次啊，又转到这个地方了。我从这一条路走了一次，从这一条路走了一次，然后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就感觉像迷失在了森林里面一样，就和那几个采药的村民啊是相同的遭遇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也遇到鬼打墙了呢？不知道啊。但如果我们现在不返回的话，可能待会儿啊就没法回去了。而且这深山老林啊，晚上也不可能在森林里面过夜，这么多虫啊，或者说是这么多的，还有蛇。今天是比较遗憾吧，没有找到这个传说中的明代的寺庙。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走吧，我们要从这里啊穿出去，走。怎么样？哇！算到了。今天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来采访一下你？怎么开始采访了？我现在这么狼狈。这有气无力了，我就像是跑了一个马拉松一样，而且还是全马，不是半马。整个人啊满身大汗，汗流浃背，就像在蒸桑拿一样。你看我这个衣服啊，你就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了。你看上去是不是就像是那个刚刚啊才越狱出来的一样？像流浪汉一样。流浪汉啊，越狱出来的，而且这个手上啊全部都被划破了，植物特别的厉害，现在是又痒又痛。今天没有找到，那你下次还会去吗？今天其实说实话挺失望的，因为这个地方啊，因为来了以后呢，发现这个路不好找不好走。其实不好走还好，关键的问题是一直找不到啊，就在那个地方原地打转，像鬼打墙一样。这地方转了多久？有没有半个小时？有，好像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吧，就一直在那个建筑的周围啊走过去，然后死路又走那边，走了一圈以后又绕回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关键是他看不到路，全是树林，所以就有点失望。因为谁知道，如果真的是走到那个寺庙的话，会不会像上一次我去以前探寻那个转龙寺吧，大概是叫，也是那一次我去那个转龙寺，路很难走，好不容易走到
最顶上以后，花了好长的时间啊，然后发现寺庙早就坍塌了，然后就只剩下了有一个石门，然后还有一些石构件吧，也是挺失望的。所以鬼知道，如果真的走上去，甚至连石构件都看不到，那多没意思啊！所以如果让我还想再去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再走回头路吧。确实。今天这个旅程，那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收获？今天没什么收获。收获，今天应该收获最大的就是，出了一身的汗，因为就像蒸桑拿一样，或者说就像刚才说到的，跑了一个半马、全马的马拉松，然后让我探险吧。好好的出了一身汗，然后应该是减肥了吧？所以这是最大的收获吧。好吧，走了。哎呀，特别的热，现在回去还得很长的时间啊，走。